禀派内侍，刚才守宫门的侍卫将窦医官送了回来，说他自己撕了通缉令，口口声声说要见您，说是有重要的话跟您说，让他进来。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先是凭空消失，现在自己又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们想干嘛呀？我还真看不明白了。窦医官呢？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给你个机会让你说话，听听你的解释。潘副总管，我只是不入院的一个小小的防疫医官，收入微薄，所以私自从宫外夹带了些稀罕的小物件在后宫贩卖。后来被发现了，孙内侍狠狠地训斥了我一番，还要逐我出宫。小顺子又因为此事被抓了，我心中害怕，就逃出了宫。后来在宫外看见了通缉的画像，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。小顺子只是帮我揽客，我才是主犯。孙内侍更是对此事毫不知情。我本就做错了，不想一错再错，让他人代我受过，所以才回宫领罚，愿一人承担所有的罪责。哦，先是因为害怕私逃出宫，后来又怕别人代你受过，回来认罪。听起来吧，倒是天衣无缝，但是我总觉得这里边吧，它透着古怪。潘内侍，孩子小不懂事，这在宫中贩卖私货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罪。看在孩子认错态度好的份上，还请您多通融通融。我愿意将我所有的积蓄赠与您，您看行吗？孙德成，私自出宫这是小事吗？上福局可日日问我要人呢。如果他不回来，现在你已经是遍体鳞伤了，知道吗？既然窦医官回来了，这事情就好办了。我呢也不想多事，小顺子是从犯，罚俸1年，重达50。至于窦医官嘛，先押入掖庭，待我审明查实之后再做定夺。不是，副总管明判，谢副总管。安妮掌柜莫慌，我虽无宫中的关系，但会托一些间接的人脉打听玉儿的消息，然后我们再商量对策，看如何能帮到玉儿。玉儿此番回宫，必定凶多吉少，其中原委，我实在无法言明。裴某虽然不知道真实的原委，但玉儿隐藏女儿身，借着医官的身份藏身后宫，这其中必有难言之隐。裴某明白，阿妮掌柜无需自责。多谢裴郎君体谅，阿妮实在是求助无门，玉儿的事就拜托您打听了。有您帮忙，我就踏实了。阿妮掌柜不必客气，玉儿也是我真实的朋友。阿妮还有要事要先走一步，若有玉儿的消息，劳烦裴郎君一定要来如意家协或老宅找我。好。小福子，小桂子，小顺子，来，快，小顺子，大把手，你可回来了！再慢点，我都担心死了。你们呢，赶紧把小顺子搀到屋里去，被褥铺得软和点，我去给他找药。快点啊！好，来，慢点。海清，小心。哎呀，你没点眼力劲儿吗？过来搭把手。来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小顺子吉人天相，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你偏要多此一举。哦，我也早就说了嘛，小顺子嘛，吉人自有天相。我来，给你。那小顺子既然回来了，那我搬回去不就是了吗？多铺2层，软的，睡着舒服些。来，搭把手。哎，来。
小顺子，没事，师傅来了，师傅来了。感觉怎么样，小顺子？你们都先出去吧，我跟小顺子说几句话。是。师傅看看你的伤口。碰疼了吧？请。朱大家，这里面就是了。窦医官，卓大家，我要你去上福局，是赏识你的才华，满心的提携之意。无论怎么想，相较于补录院，上福局都是更好的去处。可我怎么也想不通，你为何宁愿私逃出宫，闯下大祸被通缉，也不肯去上福局呢？卓大家，您言重了。我关在掖庭，您第一个来看我，我很感激。辜负了您的美意，我也很难过。那你缘何逃走？能给我一个可信的理由吗？对不起，卓大家，明知您是阿娘的弟子，却无法与您相认。我的身世已经给身边人带来太多危险，不能再让您陷入其中。理由我方才已经对潘副总管说了，小顺子贩卖宫外的货品，只是帮我打下手。我见着小顺子因此被抓，害怕被罚，就寻机逃出宫去。一时贪玩，不知不觉就多逗留了几日。本以为回宫，阿翁还会像往常我闯祸时一样，已经把事情摆平了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不成想瞧见了通缉我的告示，才知道这次我闯了大祸，这才赶紧回来自首认罪。这小豆子聪明灵巧，怎会这般没心没肺？此事恐怕另有隐情。不过这并非我关心的重点，我要趁此机会尽快挖出我想知道的真相。私逃出宫是大罪，内侍院也绝不会轻纵于你，而我爱惜你的才华。只要你好好的回答我的问题，我调你去上福局的提议依旧有效。我与潘内侍有几分交情，可以救你脱离掖庭。不知卓大家想问的是何事啊？你的制衣技法究竟是从何处？是有什么人传授于你，还是你看过什么特殊的制衣秘籍？我要听真话。卓大家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呀。我从小替不录院上上下下缝补衣物，人人都说我做的有模有样，一来二去，这激起了我对织衣的兴趣。还有啊，我在不录院常常能看到过世嫔妃穿着华服入葬，我就将图案记录下来，细心研究其中的针法，慢慢的就无师自通了。无师自通？好轻巧的4个字啊！那我再问你，你可认识天下第一针安氏？安氏制衣上的种种神迹，我倒是听闻过不少，心向往之，我怎么可能认识？但是我听说您是安氏的高徒，
可否给我讲一些关于安氏的故事啊？什么安氏高徒？那安氏自私凉薄，妒贤嫉能，从未将真正的技艺传授于我。我们不过是空有师徒名分罢了。你说安大家自私凉薄，妒贤嫉能？那安氏是个罪人不提也罢，倒是他的制衣技艺确实名不虚传。关于安氏的制衣技法，如果你知道一二，并能告诉于我，也算是与上服局有益，可以戴罪立功。我也绝不会食言，定会助你脱离叶庭。我不过是不入院的防疫医官，怎么可能懂得安氏的制衣技法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容你好好想想，若想起来，让看守的狱卒随时通报于我。不要给他任何指示，谁也不许给。哎，如果他想清楚了要见我，随时来通报。哎，好的，卓大家，小人记住了。卓大家的语气，明明对我阿娘怀有深深的妒忌和恨意，完全不是对恩师应该有的情谊，究竟是哪里错了？不许去找卓锦娘，更不能让卓锦娘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现在回想起阿翁当时的态度，确实有些奇怪。阿翁一直不让我与阿娘唯一的徒弟相认，难道不是为了保护他，而是为了保护我？卓锦娘难道是我的仇人？小婶子，你说咱们爷儿俩从今天见面，你还没跟师父说过一句话呢。我知道，你是怪师父没去救你。其实啊，你想错了。师父怎么能不想去救你呢？师父是把该想的法子都想遍了。这开始的时候啊，那个潘秦海说只要凑够了钱，就能把你放出来。我这拿出了所有的积蓄，小福子、小桂子也都把他们的钱凑出来，可还是没有凑够。唉，于是我就出去到处借钱。这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吧？你说这个潘秦海，他又不想见我了。这不用想也知道，都是那个卓锦娘使的坏。多出了钱，还让你受了这么大的罪。其实师父心里面很难受。师父对不住你呀。你要是能原谅师父，就跟师父说句话，行吗，小顺子？跟师父说句话吧。
孩子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？如今他贸然回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，凶多吉少？昨日事发突然，琉璃又嚷着要回宫，我实在不放心他一个人在老宅，生怕他悄悄溜走，便想着今日再找机会来店里将事情告诉你。可谁知他竟趁夜走了，怪我，都怪我，我怎么能睡成那般，连他走了都不知道。这事也怪不得你。琉璃这孩子重情重义，御史又认个死理，他想做的事，几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只是那皇宫戒备森严，琉璃这一去，恐怕音讯渺茫。如何才能探得消息，知道他是否安好？11年前我就没有护他周全，11年后，我又把他弄丢了。我这个当舅父的，真没用。哎，就是这件。啊。有劳了，孙内侍，我出去守着，您老说话呀，快点，耽误时间太久吧，我也担待不起啊。小兔子，阿王，你还好吧？阿翁，卓锦娘并不是阿娘的徒弟这么简单，您一直不让我与她相认，是另有隐情的，对不对？卓锦娘来过了吗？你有没有跟她说出你的真实身份？我没说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时间紧迫，其他事以后再说啊。这是阿翁亲手为你做的菜，味道还跟11年前一样。你知道的。孙内侍，我恰巧路过，看见你鬼鬼祟祟的进来，你可知道，关入掖庭的都是重犯，探监串供、私送饭食都是有违宫规的。你私放义子出宫的罪还没有彻底摘清呢，怎么又要触犯新的宫规？哼，这宫规法理之外还有人情。我给我义子送点吃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不像你那么无情无义，只是你深夜至此咄咄逼人，又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？这掖庭的犯人好像不归上福局管吧？哼！哎呀，孙监事，这来掖庭探监和送饭的确是有违宫规。你老爷行行好，莫让小的难做呀。放任之心不可无。阿翁的话，你一定要牢记。阿翁，快回去吧，
我要再被牵连进来。快点！快点！哎呀，进去！哎呦，谢谢您。走。窦医官，我的提议你想清楚了？阿翁让我提防卓锦宁，看他的所作所为，果然并非善良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就与他周旋到底。哎呀，卓大家，您能救我出掖庭，还能让我去上福局，我当然求之不得。昨夜您离开了之后，我就认真的想，仔细的想，努力的想，哎，果然想出不少事儿。想起来了，你都想到了什么？我小时候啊，看过几本奇书，上面有非常多漂亮的绣样，还有衣裙的款式。现在想想，我那点功夫就是从那本书上学来的。那本书在哪儿？你是在哪里看到的？我是在不入院看到的，是某位嫔妃陪葬的物品。我看完之后就把那本书放回了棺材里，和那位嫔妃一起入葬了。哪位嫔妃？姓氏、位分？太多年过去了，我还真是记不清了。可就算我记得清，那又如何？难道卓大家您还真敢开贵人们的棺木啊？就算您开了棺木，那本书册也早已烂成尘土了。那些涂鸦、制衣手法，你可能否画下来、写下来？这个嘛，努力回忆回忆，应该能画下来一些的。可是，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会让人把好吃好喝的都给你送进来，抓紧在这里画。如果你敢偷奸耍滑，我会有100种方法，让你生不如死。你可听明白了？哎呀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我又不傻，干嘛跟好菜好饭过不去，跟去上福局那么好的机会过不去？不就是画图吗？等我吃饱了，
马上就画。小顺子，药熬好喽，起来吃药了。小顺子，小顺子，小福子，小桂子，来了，师傅，来了，师傅。小顺子呢？小顺子呢？啊！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怎么一转眼不见了？是啊，师傅，您别急，他身上有伤，应该走不远的。哎呦，这个小顺子，从叶庭回来就一语不发，我就感觉他不对劲儿。咱们分头找，动作要快，找晚了，我怕他出事儿。快去，快去！是，这就去。小顺子，你看你，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？你身上有伤，夜风大，小心伤口。快跟师傅回去吧，啊！师傅，你别过来，你过来。我就马上跳下去。哎，好，小顺子，师傅不过去啊！啊，小顺子，师傅知道你在里边肯定是受了很多的委屈，遭了很多的罪。可是你想想，咱们爷儿俩的命，那都是小豆子不顾自己的性命，回宫自投罗网，才换回来的呀。你说你就这么跳下去，那怎么对得起人家小豆子这份情谊啊？你说是不是？是我对不起师傅，对不起小豆子，都怪我受了卓锦娘的挑唆。我以为师傅只管小豆子，不管我的死活。我为了活命才会说出那些荷包是小豆子贩卖的，还说了他已经逃出宫去了，我才会害得他被通缉。师傅，是我出卖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该死。小顺子，小顺子，小顺子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小顺子，徒弟，你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师父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是你再想想，甭管你是怎么被那个卓锦娘酷刑威逼、利益相诱，你都没有说出小豆子的身世啊！可见你还是重情义、知情重的，是不是？
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招出小豆子的身世啊？你若真说了，就凭那个卓锦娘那么狠毒的女人，她早就对小豆子下手了。是我对不起师傅，是我对不起小豆子。小顺子，起来，起来！小顺子，师父没有怪你，小豆子也不会怪你的。那种情况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师父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，甭管是你受到伤害，还是小豆子受到伤害，师父的心都是一样的疼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小顺子没错，小顺子是好样的。糟了，我净琢磨卓锦娘的疑点，倒是把裴行俭的事给忘了。可是我身陷囹圄，又怎么才能将那么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太子殿下呢？夜深了，师父还不休息吗？有什么事想说？明日徒儿要去西市采买，想恳请师父允许我去亲戚家小坐，探望堂叔一家人。我10岁前入宫，阿姨阿娘先后辞世，是堂叔一家对我偶有照拂，让我不至于孤苦无依。今日堂叔托人捎信说，希望我有空回去看看。说的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去吧，切记在宵禁之前赶回宫里。谢谢师父。街坊邻居都进来看看，我们曹记啊，今天有大喜，所有衣衫都有优惠。曹娘子啊，这不年不节的，曹记有什么好事啊？这么般吹吹打打的祝贺。我们曹记今天的喜事啊，可比年节大多了。我家齐娘回家探亲了，这算不算衣锦还乡的大喜事啊？算。齐娘只不过是咱家远房亲戚，你这么说，是不是太过了？齐娘不回，咱们就算她最亲的人。如今，如意家小姐风头正气，
就是这位小娘子。多谢长伯。裴郎君，安妮掌柜，借一步说话。安妮掌柜，我虽已多方打听，但还是未曾得到关于玉儿的消息，让安妮掌柜失望了。我今日来找您，正是商量玉儿的事，还请裴郎君帮安妮拿个主意。您可还记得曹吴，就是曹家家协的那位少店主？啊。曹吴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叫七娘，从小入宫，在上福局做宫女，是卓大家唯一的弟子。哦，卓大家就是在上福局里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人，所以我便想着，或许七娘在宫里也有一些门路。恰巧她今日出宫，现在人在曹记，我原本想向她打听一下玉儿的情况，只是后来转念一想，关于玉儿的身世，我若是稍有不慎，弄巧成拙，岂不是害了她？所以今日特地来找裴郎君商量。阿妮掌柜的顾虑，裴某明白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去找七娘帮忙。不说玉儿，对，在宫里她是窦衣冠。不说窦衣冠与你相识，免得泄露他的身份，就说窦衣冠是我的一位朋友，我还需要他在宫中帮我一个忙，所以，我们去找七娘，打听她的情况，如何？这样甚好。你与玉儿是最近才相识的，就算日后有其他人怀疑起来，也不会从这条线上泄露秘密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去找七娘吧。七娘子子，子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如意家协的阿妮掌柜，也是我的朋友。这位是，这个不重要。哦，子子，今天阿妮来啊，是有事想求你帮忙。七娘子子好，我是曹吴的朋友阿妮。这位是四门学的裴郎君。见过七娘阿坚，在下裴行俭，虽然貌美，但人命关天，我实在求助无门。听说阿坚在宫里的关系，所以贸然上门求助，还请阿坚见谅。我看裴郎君身着官服，是朝廷命官，能让你为难的事，七娘一介后宫女婢，大概是帮不上忙的。曹吴，哦，子子，哎呀，子子，子子，弟弟打小就最崇拜你了，子子也最宠我这个阿弟了，不是吗？你就先听听他说什么，能帮就帮嘛。哎，我这可都是为了阿妮啊，可不是为了什么裴公子、传公子的。这做生意的最讨厌裴字了。裴某想问阿坚打听一个人，唤作窦衣冠。他是裴某的一个朋友，前几日出宫，我拜托了他一些事情，没想到耽误了他回宫的时辰，所以我想拜托阿坚，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，窦衣冠回宫之后有没有受到责罚？窦衣冠私逃出宫有好几日，应该是不只是耽误了回宫的时辰这么简单。裴郎君说的实在是太轻巧了。他现在怎么样？只听说正在掖庭受罚，具体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听令弟说，阿坚在后宫很有身份地位，所以我想拜托阿坚，为窦衣冠奔走打点，减轻责罚。裴某明白，在宫中打点需要钱财，裴某愿一力承担。另外，绝对不会让阿坚白忙，裴某一定重谢。对，如果子子愿意帮忙，阿妮愿拿出所有的钱财，若是不够，阿妮一定尽量凑给您。我只是后宫一卑微奴婢，阿妮掌柜和裴郎君所求，七娘实在是无能为力。哎呀，子子，弟弟都已经在朋友面前夸下海口了，说你是从宫中的卓大家，你不要让弟弟没有面子嘛。哎呀，子子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以后莫要四处乱说，我的傻弟弟，
你知道他们所求的事情有多大吗？根本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都怪裴某一时心急，强人所难。那可否请阿坚回到宫里之后，打探一下窦医官的消息？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被严刑拷打，有没有受伤。还请你向他转达，我们宫外的朋友一定会救他。让他不要放弃希望。裴某在这里谢过阿坚了。阿妮，求求你了。子慈，弟弟也跪下了。如果子慈不答应，弟弟就跪在这儿，不吃不喝，跪到死为止。你先起来吧。后宫险恶，唯有人微言轻，时刻谨言慎行，才能活到今天。可阿弟这般苦苦相求，罢了。看在你们都是为了朋友奔走的重情重义之人，我就答应你们，帮你们打探情况，传递消息。至于其他的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七娘也不要你们的重谢。谢谢七娘子子。阿坚大恩，以后若需要裴某帮忙，裴某义不容辞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七娘子子最疼我了吧？